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呢，是来看一下有关于你的灵魂契约啊。这一期的这个占卜主题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呢，它其实是想通过这种连接宇宙的能量我们去找到有关于你前世的一些记忆，或者是有关于前世的一些因果。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听到今天的占卜，可能会看到的是说，原来自己想做的什么什么事情，或者是跟某个人的之间的关系这么强的连结，这么强的感应，这么强的一种连结，是来自于可能之前有过一些什么什么样子的原因。也许你会恍然大悟，也许你会觉得原来是这么的神奇，对吧？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比方讲，在这一生你还觉得说有些事情你还不是很清楚，有些事你还不是很明白，或者是说还找不到这个方向。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去看一看之前，也许你在我们所谓的这个转世的一瞬间呢，我们就是你得前提基础是你还是比较相信这个前世今生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相信这个能量的话，你就可以看一下 OK， 在之前的那一世里面，也许你学到了什么，也许你有什么很重要的话想对今生的自己说。比方说有些事情千万不要做，或者是有些事情是上一世的遗憾，然后这一世很想把它做到，或者是很想成为某个样子的人。所以它其实总的来讲虽然是看过去，但是重点其实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一生这一世，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我们记得，也许我们现在有一点遗忘了，什么东西是我们这一生这一世一定要学习的，或者是其实你之前那一生是很想自己在这一世好好学的那个给自己的这一世的心愿，或者是那个最好的愿景。所以今天其实是看这个是看这个。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有收集大家的这个能量 OK， 然后呢还是和以前一样分3组，然后呢放在你面前这3个不同的能量牌卡里面能量牌卡。我们今天还是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1、2、3。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1组牌我们今天这个能量牌卡，今天第1组的呢是这个猎鹰者的手套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片，也可以通过我的这个一个翻译吧，大家去连接一下猎鹰者的手套这个是第1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能量等会儿我们会去解释这些牌都是什么意思 OK， 这个就是有关于能量的一个收集然后我们配的这个能量宝石是西班牙现实OK， 以前我们叫它爆米花是不是？好，西班牙现实。第2组牌的朋友，今天的能量牌卡 OK， 我们第2组牌的朋友来近距离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船夫的桨大家感觉一下，这张牌其实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有那种对就是船夫的桨，你看这个雾气腾腾的挺有意思的。船夫的桨 OK， 好有神秘感的一组所以我这边配的这个能量宝石烟水晶 OK， 烟水晶。好，这是第2组然后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能量我收集到的是神谕符咒神谕符咒 OK， 这个是大家看一下神谕符咒，这第3组的。然后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能量宝石用的是这个澳洲碧玉，然后这个是一个黄色的我们有红色澳洲碧玉，然后这个是黄色的澳洲碧玉好漂亮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好，这个是第3组的能量牌卡，我们今天看到了，刚才我们近距离有看每张牌对吧？然后我们有看这个能量宝石，所以是这样子1、2、3。那为了方便你呢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呢做一个简单的冥想。
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有关于我的灵魂契约究竟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呢，请宇宙告诉我有关于我过去式的灵魂契约，以及我今生呢这个灵魂契约给我的影响，给我的一个提点，以及我需要从这个地方获取什么样子重要的讯息。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去连接，究竟当前哪一副组牌的能量呢，和自己是最有感应、最有连接的？那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如果说有些朋友真的是2副组牌啊，或者是1副组牌，另外一颗宝石同时有感觉，那么就都听听看吧，也许你都能够找到一些跟自己相关的讯息，或者是对你当下有用的、有帮助的一些能量啊。好，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我们就一起来看关于你的灵魂契约吧。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啊，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就是这个猎鹰者的手套啊。这张牌呢，其实第一个能量我感觉到啊，就是它是一个能量收集，有关于你的这个灵魂契约嘛。我会觉得第1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在告诉我啊，关于你们的前世，或者是对于你们影响非常重要的一个前世啊，你们曾经可能是一个非常很有权力，或者是一个贵族，出生在一个有权力的家族里面，或者是一个很高贵的贵族啊，你们的眼界，你们的这个思维非常的开，非常的广，你们属于那种人上人。 OK， 什么叫人上的人呢？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平等啊，但是也许你们的出身，这个社会的我们所谓的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地位。 OK， 我们人人平等，但是有社会阶级，你们也许在一个比较高的社会阶级的家庭里出生，或者是通过你们的努力，你们前往了一个非常高贵的，或者是一个很高级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阶层。 OK， 那么你们会有很大的权力在手里。 OK， 我感觉到你们有很大的权力在手里，并且呢，我还能够感觉到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对于那种就是这种权利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就是它是权利的同时，它也是一种我觉得是自由的感觉，一种非常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舒展。因为我们这边是老鹰嘛，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你能够看见很多的事情，并且你还能够为之做出一些改变和努力。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权贵啊，就是其实有权力的人啊，他们也不是说都是坏人，有些有权力的人身上有很重的责任，因为他们的权力很大，所以他们能够做出的改变也很大。那么我们的社会呢，现在的形成是有这种权贵的，对不对？那么我们所谓的这种权贵，如果他能够帮助比方说平民百姓做很多的好事的话，那么这样子的权贵是会被拥戴的。那么相对应的，如果这个权贵手握重权的人，他如果做一些事情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那么肯定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啊，很大的，或者这种打压，或者是一种觉得不公平这种感觉啊。那我觉得今天就是第1副牌的朋友，也许在你的某一个前世，我觉得你们是很有权利的，你们是有那种很向往自由的，你们的眼睛里面的东西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是很大的事情。你们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你们同时也关心社会里的大问题，或者是说社会当中的一些大的现象。你们是天空的守护者，也是天空的我觉得是这种怎么讲呢？守护者的同时，你们也是天空，也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上层就是那种权威的代表。所以是这种权贵给人感觉是很权贵的，很有那种老鹰嘛，他这边还讲了一个能量叫精准。什么叫精准呢？就是你深知自己要什么，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从这个能量当中所提到的我觉得所收出来的一些信息。这个是猎鹰者的手套这个是第1组牌我们看到的第1张能量牌卡。
然后我给大家抽的这个关于我们这个前世的这个灵魂的契约，我们的第一张牌啊，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客厅 family room 啊，这个是 family room， OK， 这个是 family room。这张牌呢，其实啊，这个客厅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客厅，这个客厅象征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很重要的你的一个前世，你生活在一个很大的家族里。我们刚才有看到，就是有关于你前世的一个能量是猎鹰者的手套，它代表的是权贵，它代表的是一个社会阶层。那么在这样子的社会阶层里面，家庭之间的这种联系，或者是家族能够带给你的荣光，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这边才说，其实有一些朋友应该是出生在很名贵的家族里面。那么这个家族给了你非常好的物质生活，给过你这种出生就有的光环，但是同时我能感觉到，就是这个 family room 带给了你什么呢？第一点就是这个家族首先带给你的是一种管束，因为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 family room 客厅是一个很封闭的状态，很多东西都是在一个这个空间里，虽然这个空间很豪华，虽然这个空间看起来很大，但是它是一个封闭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很多束缚可能是在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前世就是束缚住你。那么这个束缚是什么样子的束缚，会让你们如此的向往这种野外空间感和自由呢？想飞出去。我觉得这种束缚来自于家族，你家族对你的期待，你的家族成员给你的一种责任，或者是家族当中的一些事情。我这边看到很多这种壁画这壁画上面都是很美丽的女人，也许代表的是你的母亲也许代表的是这个家族的一个很重要的、很有权力的一个女主人，是不是？那么这个女主人她可能说的话、她的规矩、她的想法都有可能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投射在你的身上。那么在这个客厅里，我们还看到什么呢？就是没有人。这个客厅里面，我觉得它是有可能召集所有家族成员来到这个客厅，但是现在没有人，说明什么呢？这个家族里给了我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它是很大，它是很富贵，它是很雍容的，但是很空，里面很空，外面很大。所以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家族里面给出的一些这种约束感或者是本来给出的这种责任和约束，可能会让你们有一点不想回去，或者是不想走入这个家，甚至是这个家在你的印象当中是个美好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其实你只想让它成为一个美好的印象而已，而不是很多人在一起就是其乐融融打闹嬉戏而是这个家带有了太多其他的意味既是荣光也是束缚。这是第一张牌 family room 然后我们看到塔罗牌里面具体的能量，第一张牌呢是 justice。 OK， 第一张牌 justice， 这张牌说明什么呢？就是我连接到几个信息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曾经的那个家族你一个很重要的过去式里面的这个灵魂契约里面我觉得这个家族给了你一个非常大的权利，这个权利呢让你手握重权甚至有生杀大权，你管理的人你管理的事非常非常的重要，关乎于别人的生死，关乎于别人的这个命运那么这个权利就在你的手里。Justice， 也有可能你出生在一个法律世家，这个法律世家的人呢都非常的这种 rational， 就是很理性，但是呢缺少了一点人情味，就是给人的感觉是这个家族更像是一个法院，更像是一个很冰冷的那种法律条款，而真正的家族可能有一些人他就是会很向往那种其乐融融很温情的那种家庭，对吧？或者是小家庭。可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一个前世是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面，所以 Justice 给我的第一张能量呢，就是第一个能量的感觉就是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的前世其实是很厉害的法官，或者是你们在我觉得是很就是有很重要责任的一个政府机构、政府机关里面去做工作，并且你们身上有很高的头衔。你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群人，一个社会现象，或者是一群人的他们的这个喜怒哀乐，他们的这个生死存亡，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生老病死，快乐与否。
你们身上有责任，你们身上也有权利去改变一些事情，去决定一些事情。所以在你们的心里，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能感觉到就是上一世啊，你们被太多的东西所牵扯啊，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其实是非常依赖你的。这个依赖你的人不仅仅是你的家族，还有你手中所掌管的权力的对象。就好比讲，如果你是一个法官，你是一个判官，你是一个政府机构的人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你所管辖的这一方土地，他们生活的人们其实是非常依赖你的。你正确的判断能够给他们以公平和公正，你错误和偏心的这种，如果有任何偏心的这种想法的话，也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所以我看到第一张牌是 Justice， 第二张牌的这个 Justice 告诉我的什么呢？就是在你的某一个潜意识，在你的家族里，可能你非常希望得到父母公平的对待，但是这个公平的对待对于你来讲，它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这边看到的是向往逃出去，逃出这个家族的一些管理，逃出这个家族的束缚，逃出这个家族里面所谓的不公平，或者是让你觉得不合理的一些地方。无论这个公平和合理对于你来讲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但是你本身的能量是对于不公平非常反对的，非常抗拒的。在你的心里，对于自由，对于那种平等的那种天下太平的那种社会或者是家族，才是你理想的一个净土这个是 Justice。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圣杯国王。这张牌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在很多第一组牌的朋友，在你们这个上一世或者是前世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世里面你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感性的人，你们的感情深如大海，深藏不露。这个感情非常的纯粹，非常的深厚。这个感情让你们不仅仅对家里人，对你们的家人和朋友，我觉得有着非常深刻的情谊的同时，其实也让你对你，我觉得所保护的这一群人，或者是你所掌管的这一群人有非常深厚的情感连接。你看到过太多的善的、恶的、苦的、乐的。圣杯国王在告诉我，你对于情感是收敛的同时，也是向往着自由和奔放的。圣杯国王这张牌呢，说明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在你的前世就已经完全的掌握了情感这个水元素。在你的上一世，我看到你有心里非常深爱的人，非常深爱的人们。OK， 你非常非常的在乎你与他们之间这种深刻的情感连接。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与此同时就是这个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前世的这个灵魂契约里面，我觉得感情同时也是你的束缚。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第一张牌是 Justice， 一个非常理性的能量，然后第二张牌就是圣杯国王。这两个能量呢，它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是冷静的，是理性的，一个是极情感化的、情绪化的。这两个能量同时的出现，可能会让你有的时候会很矛盾很矛盾。我觉得在核心里面，你是一个柔软的、多情的，或者是容易感动的一个灵魂。但是我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它不允许你情感泛滥，它不允许你随便的感情用事。而真正的你的责任、你的肩头以及你的家族带给你的东西，就是让你必须去衡量利弊得失，去衡量就是那种多少。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和你的内心的一个理想的净土，它是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的有一定程度的矛盾，或者是说你在不断的去寻找某一种平衡，什么样子的决定什么样子的一个方法和方式才是真正能够去既让你的情感我觉得是那种能够让就是那些人就是家族或者是那些朋友，就是可以让他们开心，满足他们的情绪的这种需要，但同时呢又不能够失了你的这种公正和公允。我觉得这个是你上一世我觉得是最厉害的，也是你人生最大的挑战。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在这个猎鹰者的手套能量当中，我看到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上一世的你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想逃避，因为很累因为非常的累，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是做好事被误会
做好事被误会，所以你很向往的是一种自由，你很希望没有这些东西拴在你的身上，但是它是有的但是它是有的。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还有一个能量，就是我们这两个就是国王能量很强，包括这个老鹰，就是你的上一世我觉得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成熟。我觉得你的人格、你的性格，或者是对于很多事情的独立的想法、看法，我觉得是我已经完全得到了一种成长、一种领悟的。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的上意识当中可以看到一种很强的、很成熟的一个，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就像一个智者，但是这个智者他经历了很多沧桑和经历了很多岁月的感觉。那么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呢，很有意思，来到了太阳。太阳这张牌呢，其实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完成了强烈的外化成长之后，回到了最初的那个自己。太阳牌，所谓的真正的人生的一个转变，所谓真正的人生的成长，它可能不是说不断的去强调我们的外化，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跟别人怎么样。真正的所谓的成长是经过了一个很大的外界的周期，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学习和尝试怎么样跟外界相处，怎么样去跟外界去讲和，怎么样去跟外界去做一个对抗，怎么样在外界当中寻找到自己的那个位置，并且怎么样和外界达到一个平衡的相处。但是最终的目标不是在外界，最终的目标是回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太阳牌在这里让我看到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最终你在上意识里面，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灵魂契约我觉得你仿佛跟自己和解了。第一组牌的朋友经过这个上意识你的这个人生经历，你在跟自己和解。我觉得你上一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这个领悟，或者是你希望对这一世的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活得自我，活出真我，不要被很多事情所束缚。我觉得这个是你最希望对这一世的自己所讲的一个话，就是不要被束缚住，能够活出那种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爱的，你是怎么讨厌的，你就怎么做。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小孩子骑这个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两点吧。一个呢，我看到这个小孩子就是回到那个真我，回到你内心当中最单纯的那个自己。你看小孩子就天真嘛，他就不会想别人怎么样，他就会想他自己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白马，代表的是那种纯洁的，愿意让生活把你带到某个地方。因为这个马小孩子他不会去骑这个马，他没有那个缰绳，所以这个马是所谓的这个生活把你带到哪里你就去向哪里，所谓的很自然的一个流动，很自然的一个就是跟着生活走。生活把你带到哪里你就去哪里，生活让你品尝什么你就尝试什么，生活给你什么美滋滋的你就去品尝它，生活给你什么挑战你就去处理它，你就去应付它。所以我觉得这种不去强求，不去努力的去约束自己，不去强行的去控制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看到在你的前世里面我觉得是你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课，也是你希望就是你之后能够像太阳这张牌一样去生活。所谓的太阳就是那种源源不断的光芒，能够带给自己光芒，也能够去照亮别人的人这个是我看到的最后一张牌太阳。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一世我们之前讲过，今天其实这个占卜就是通过看潜意识的一些信息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这一世可能第一组牌的朋友你可以看到很多。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我们慢慢来讲说第一张牌是这个，就是这个改变。OK， 来我们来看第一张牌这个能量是改变。那么这里有一个人呢，他从了这个公寓里搬了出来然后呢他带了很多的家具，所以是搬家。9号牌这张牌呢代表了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就这一世也许你人生当中会有几个转折点，很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些重要的转折点里面呢，它附带着离开，附带着改变生活地点，附带着离开某一个你认为很稳定的环境，或者是你觉得做到不需要再做的一个环境。正如我们看到你前世也许这个环境是你今生的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生活的地点某一个人群
某一个家庭呢？对吧？也许你在那个地方成长，你在那个地方学习，你在那个地方工作，你在那个地方长大，你在那个地方，OK，积攒了自己的一个基础，或者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修炼修行。比方说学会了什么技能或者是说达到了什么样子物质的基础啊。那无论怎么样，就是我可以感觉得到，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一世的你们一定会有一个人生很大的飞跃，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你会带着很多的东西离开，那么这些东西我们看起来是板凳桌椅其实这些东西应该是就是象征的是，一个是你的物质积累这个物质积累代表的是你的技能、你的工具，或者是你的简历，OK， 你的经验，你的一个作品等等等你会带着他们。然后第二个呢，我这边感到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个改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是从公寓离开嘛，所以这个改变是往上改变，去往你想去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更大的房子，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更远的一个更安静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有可能是你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自由、更有野心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有可能代表的是一个让你觉得可以完全做自己的地方。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我觉得是在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一生当中就是随之而来的，这个改变是一定会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一世里面，你们其实就已经给自己定下了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就是一旦你时机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世我们都要经历这个原生家庭，每一世我们都要经历这个从婴儿，然后呢是长成这个青少年要去学校，就这个过程是每个人都必须有的。但是其实只有当我们真正独立的那一刻，我们才可以去主动的选择我们的这一生要怎么过。所以人生的开始的出生那一刻开始的，是的，是从那一刻开始的。但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是从某一个点开始的，这个起点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一生这一世一定会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是让你真正开启自己人生的一个起点，一个让你很兴奋的起点，一个让你自己觉得很自由的起点。这个起点会在机遇巧合，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之下，很自然的、很自发的去发生。那么在这里，你的人生将来到一个巨大的改变你也将，我觉得是拥抱这个巨大的改变。那么第二个能量很有意思第二个能量我看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女性，这个能量很强，你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女主角。这个女主角呢，你看我们看电影对不对？有男主角，有女主角。那么这个女主角在这一生当中对你的影响很大，有这样子的一个女主角形象的一个人，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型。也许这个人并不一定是女性，也许他是男性，但是他就像一个女主角一样，在你的人生有这样子的影响，或者是你的理解就是她就是一个你人生当中的女主角的形象。那么这个女性我们可以看到是她手里呢其实有拿着一个玫瑰花，对不对？其实这个玫瑰花很多时候它象征的意义是有关于爱情的。所以这张牌呢有两个能量大家可以参考。一个呢就是你的母亲，你母亲和你父亲的浪漫爱情故事对你的影响，或者是你母亲的爱情对你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一生你的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女性在你的人生当中和你之间的浪漫爱情关系会在你的这一生当中被显化出来。那么这个女性在你的这一生当中会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或者是她对你的影响很大。你们两个人之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第三个能量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如果说有些朋友你觉得这前两个能量你都对应不了的话，那么这个女主角形象有可能代表的就是你。这一生你将做这样子的一个很富贵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你是从很富贵的家族里面从上一世来到这一世，也许这一世你仍旧显化在富贵的家庭里，但是这一世你所追求的东西完全变了，不再是责任。你看我们上一世的能量很阳刚，国王这个是大判官 Justice， 这一世你看很温柔。上一世里面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跟爱情浪漫有关的东西，除了这个圣杯国王这个他的这个能量，这个水元素，这个情感，它不一定只是爱情的，爱情只是很多情感当中的一枚或者是一环，
但是我能感觉到今生啊，可能第三种情况就是在今生，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你会把爱情提到你的议程，把爱情的这个重要性往前放，甚至是往第一位去放。你想追逐的是爱情，你想追逐的是真情，你想追逐的是真爱，那么你的这个改变，一切都是为了这一个追逐，一切都是为了心里的这个目标而自发的在行动和改变着。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塔罗牌啊，第一张牌是金币九。第二张牌呢，我们抽到是2张牌啊。第一张呢是这个死神，然后呢它有一个金币4的逆位。那么我们的第3张牌呢是圣杯10的逆位。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来，我们讲一下关于前世今生这边有关于这个灵魂契约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啊。首先第一个能量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灵魂契约里面，其实上一世的你和今生的你很重要的一枚，很重要的一环，都是要让自己独立起来。只有独立了才能走。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搬家嘛，我刚才讲过，那个婴儿没有办法搬家的，还是需要长大才能搬家。因为这个搬家它其实是需要一些条件的，所以这个条件就是今天看到的金币9。上一世的你啊，也许是家族给了你这个条件啊，第一组牌啊，家族给了你这个条件，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宝贝。这个条件你不需要奋斗，但是这个条件却给了你束缚。那么今生在你的灵魂契约里面，其实今生啊，我感觉到就是很多朋友，大多数的也许并没有出生在富贵家族里面，因为你不想在那里，因为你想自由嘛，所以你也许选择一个更加普通的家庭出生。所谓的这个条件是你自己努力的，是你自己奋斗的，所以你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所以你也不需要就是被任何人所束缚。金币9讲的是绝对的物质和条件的独立。土元素的9啊，土元素的9不是水元素的9，土元素的9。所以这一世呢，其实很多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就是关于这个灵魂契约啊，你就可以知道你为什么这一世就是很想，比方说赚钱呢，或者是这一世你就比较想快一点的让自己长大。这个快一点长大代表着什么呢？可以去有条件搬家，离开原生家庭，离开学校，离开什么什么公司，离开什么什么老师。你想要独立，你想要绝对的独立，这个独立是需要条件的。我们其实之前有讲过，就是说如果你的经济不够独立的话，你没有办法实现的是感情独立、精神独立、灵魂独立，对吧？那么首先你的第一环，我觉得在你的灵魂契约当中，我觉得你无论是上一世给你的经验教训，还是你在你的那个家族里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它都在告诉你，首先物质独立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像一个前提条件，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以后，就没有之后。所以你看第一组牌的朋友，也许你会看到为什么这一世的你啊如此的在乎，就是他不是说一定要很多的钱，但是可能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在物质层面啊，就是能够去独立，能够去自己啊掌握自己的人生和命运，至少这个选择权得在自己的手里。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我觉得在这个金币9里还能读到是什么？就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在今生啊，你就是前世今生的这个灵魂契约里面，你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很希望自己不被别人管，不被别人管。所以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其实在今生非常享受的是单身生活啊，离开了这个原生家庭，离开了比方说父母长辈的一些约束，甚至是不惜离开这个原来的居住的城市和家乡，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开始展开自己的生活，为的就是不被他们管束，不被他们约束。因为上一世已经被约束过了，所以这一世不想再被约束。所以金币9觉是非常享受，哪怕是一个人啊，哪怕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亲戚朋友在你身边，你都不会太介意的。有些人其实是特别跟原生家庭要连在一起，要绑在一起，但是我能感觉到，就第一组牌的朋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好像你对原生家庭，你对那些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强大的联系，你没有那么大的感觉。相反的，相对呢，你其实更加喜欢的是独立的自己，或者是更加喜欢的是很轻松的人际关系，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联系，那么多的人情世故要绑在你身上，因为你曾经被绑过了，你不想再被绑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牌。第二个牌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前世今生呢，这个有关于你的灵魂契约是死神牌加金币4的一个逆位。
在你的灵魂契约当中，上一世的自己对这一世的自己有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要斩断一些东西。斩断的是什么？执着。金币四，金币四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很执拗的一个能量啊，非常执拗。对于有些事情呢，这种观点很难被打破。对于有些，比方说目标很难被打破，但是死神是绝对打破这个金币四的啊！死神的能量就是要打破这个金币四。所以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能够感觉到，就是在这个灵魂的契约当中，上一世的自己其实已经给这一世的自己的生活写好了一个小剧本，这个剧本就是要离开、放弃、改变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所谓的这个固定的东西，也许是你的一个目标，也许是你之前追逐的一个东西，然后后来就完全的不要了。举个例子，也许有一部分朋友在你的前半生，我们这个前半生不管是什么时间啊，就是一个比喻型的能量，在你的前半生，也许你会对一件事情很执着，也许你会对一个人很执着，但是呢，就在那一刻开始，就像这个死神的时刻，就在某一个时刻开始，你的人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个改变让你彻底放弃你前半生所执着、所追寻的那个唯一解答，就是这样子，如此巨大的改变。死神牌，因为在你的这个灵魂契约当中，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就是要在这一个新的人生当中去丢掉一些东西。其实在你的前世你没有丢掉，你是在心里丢掉了，你是在心里成长了，但是你并没有丢掉这个东西。其实责任啊、权利啊一直都跟随着你，丢不掉。家族的名、家族的姓丢不掉，家族的责任也丢不掉，但是呢，在这一生里面你是要丢掉的。斩断死神牌一定是离开啊，是离开。而且我们这边看到死神，它后面的牌是土元素的一个4号牌，离开一个执念，离开一个执着。这个执念和执着，也许是执念的这个公司，执念的是某一个目标，执念的是某一个人，执念的是某一个关系，执念的可能是某一个地点，执念的可能是某一个方向，但是你会丢掉它，在某一个时刻，你可能会彻底的放弃。这个是你要在这一生当中，我觉得灵魂契约里面给了你这样子的一个能量，这样子的一个契机，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前世今生和前半生后半生这样相关的能量点，就是很截断式的这个能量点，可能你会很有感应啊，会很有感觉。那么最后一张牌是圣杯十，这张牌很纠结，为什么呢？这张牌让我看到是什么呢？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从你的灵魂契约当中，我们可以感到，其实在你的灵魂的这种每一世的这种转世啊、学习呀、蜕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其实它是不变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圣杯国王，就是你的灵魂深处的那个自己，那个重情义的自己，那个很重视感情的那个自己。今生呢，我看到的圣杯十的一个逆位，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仿佛在想斩断，就是或者是想改变对家庭的一种因为这个圣杯十讲的是家庭幸福啊，就是那种这个家庭呢不是讲的原生家庭，这个家庭讲的是我们长大之后自己组建的这个家庭，包括你的爱人，包括你的小孩，是这样子的家庭。无论这个家庭有没有爱人，有没有小孩，我们就是看到的是你后来选择的这个家庭。很多朋友对这个家庭，我觉得在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渴望的，圣杯十非常渴望，而且你们也认为就是在心里仿佛我听到是在你的心里其实也认为家庭是重要的，而且家庭能够给你快乐。但是圣杯十是一个逆位的，但是呢，在心里非常的排斥这样子的家庭。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重要的女性能量，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给了你很多的，怎么讲呢？就是这种影响，也许让你们不敢去追寻这样子的家庭。我刚才讲过，这个女人也有可能是你的母亲跟你父亲的爱情，就是你的原生家庭父母的那个情感关系，也有可能是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女性我刚才讲的还有一个能量，就是说这个女性也许是你这一生当中给你影响很大的一个女性，你在她身上看到了她就是她的这个经历，你看到了她的那种怎么过来的，她的情感的变化，这个女性也有可能就代表的是你自己。
圣杯十的一个逆位，就让我仿佛感觉到，就是在这个灵魂的契约当中，一边渴望去追逐这样子的一个模型，就是老公、老婆、小孩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但一边呢，其实又在寻找着不一样的可能性，一边特别想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这样子的一个组成，这样子的情感，一边呢又在寻找着，或者是又在抗拒着这种生活、这种感情带给你的一些冲击。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啊，就是得到它的同时，你也被它占有啊。你得到某个东西的同时，你也在被这个东西占有。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很大的、很空旷的一个东西，它就像一个能量磁场一样。你得到了独立，那么你也会被独立占有；你得到了家庭，你也会被家庭生活所占有。这也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一生啊，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要去领悟的一个能量。所以圣杯十它的重点并不是得到与否，这个圣杯十的重点其实是你这一世要学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课题，就是这个家庭生活对于你自己而言，你是怎么想选的，你要该如何选，你要该如何的去理解它，你要该如何的去，比方说你想如何的去拥有它，或者是不拥有它，这个自由的，这个所谓的，你看我们看到上一世的自己啊，给你这一世的能量就是这个太阳，重点是你的灵魂的一个印记，重点是你灵魂的成长，是你想怎样去过这个人生，或者是说你想如何被生活带到哪里。因为我刚才讲过，这个白马它是一个没有绳子的，这个白马是生活里的一个我们所谓生活的一个自然生活里的真谛，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风景。所以无论你被生活带到哪里，我觉得这个能量啊，就是这个所谓的灵魂契约，就是只要你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是完成这个巨大的改变嘛，然后完成这个独立。那么至于说这个圣杯十它是以如何的形式去显化，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就是迎接它，拥抱它，不去约束它，不去控制它，然后以最自然的方式呈现在自己的面前。OK， 我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灵魂契约，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在这个灵魂契约当中，感情生活，真正的那种家庭生活，那个家庭里的快乐的生活还是在你的这个灵魂的印记当中。虽然你很排斥这种生活，我们看到那种家族式的，但是你们可能非常渴望的是小家庭，简单的家庭生活。但是呢，这个生活它也同样的会有约束和束缚。那么你怎么样去平衡它？怎么样去理解它？怎么样去让自己可以放在里面？我觉得是这一世里面也许你的灵魂想要去学习和体会的。所以呢，请第一组牌的朋友给自己这一个机会，也给自己这一个可能性哦。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所看到关于你的灵魂契约当中的一些能量指引啊。那么希望呢这一期的占卜大家会喜欢。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烟水晶 ，OK， 好。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占卜的主题是说来看关于你的灵魂契约关于你的灵魂契约。我们今天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是这个船夫的桨。这张牌呢，它讲的能量我们其实先不用看字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牌卡它整体的能量信息，都是这种雾气腾腾的，两边呢是这种山就像那个走那个峡谷的感觉。那么在峡谷的这种狭窄的地方，我们有一艘这种木船木桨，然后就是往前滑，好像对未来就是不是特别的清晰，不是特别的明了。这种雾呢看起来是外面的环境，其实是我们的所谓的那种相由心生就是心里面可能对于前方的方向不是那么的明确，又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每个人生的不同阶段，它会有清晰的时候，它会有混沌的时候，它会有迷茫的时候。所以呢，在这个牌里面，其实我感觉到的能量就是说，我们看有关于这个灵魂契约第二组牌的朋友，在你的能量里面有一种，我们这里就是摆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过渡期，你的灵魂契约里面是在过渡期，
在过渡期。那么在这个过渡期里面就有很多的能量，就像我们在讲的一个那个 archetype， 就是那种原型啊。什么样子的原型呢？就是在那个边缘或者是边沿两个不同能量磁场的边沿，往左一点就是世界 A， 往右一点就是世界 B。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退一步可能是过去，往前迈一步就是未来。这种边沿的感觉，这种过渡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灵魂契约里的能量啊。那么在这个能量当中，它也有这种指引者的能量，也就是说，这个灵魂契约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这个所谓的边沿，不是指你自己，是指你在这个边沿能量里面成为了那个人，也就是说，你是这个船夫，你是这个执讲的人，你是在帮别人过渡。我们今天有第二个能量是说指引灵魂。就是我们在就有一个能量特别好理解，就是黄泉路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离世的时候，他就会进入到这个黄泉，或者是进入到冥界。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是过渡期，过渡期里面呢，就是这个在希腊神话当中，就是要给这个船夫就是眼睛上面放那个硬币嘛，就是给这个船夫的这个船票然后这个船夫呢就会把你顺利的带到这个冥界，然后由这个黑帝斯他们去判断你这一生做的好事做的坏事，然后就是把你放在不同的地方要么就是转世，要么就是打到地府，要么呢就是在这个地府当中有一个地方是天堂，叫 Elysium，OK， 就是不同的这种划分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也有这种指引别人的能量指引别人，所以你是在摆渡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这是第二个能量。那么最后一个他讲的是在生命当中，在生死当中，在能量磁场当中不断的去流动和改变。这个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我刚才讲的第一个能量就是那个大峡谷穿梭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就是好像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去迎接着不一样的明天和未来。有的时候在大峡谷中穿梭，有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有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片树，有的时候往前突然看到了雾散了，看到了这个房子，对吧？有的时候甚至还会看到别的船。所以人生好像在不同的，就是在这个 on the way， 就是大家的这个能量就是这个灵魂契约。什么叫 on the way 呢？就是在路上。它不是说我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我一定要停在那里，我一定要去到那里。有的时候这个能量磁场它就代表着在过程的过程中就是我一定要在怎么讲呢，就是从 A 点和 B 点A 点是起点， B 点是终点，那中间的这一段就是大家的能量不是说一定要，就有些人就是我在 A 点，我一定要到 B 点，这是我的人生使命，这是我的一个期待，这就是我的人生契约，这就是我灵魂里的契约，我的目标就是到 B。 但是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们没有，可能既没有 A 也没有 B， 你们的能量磁场就是这种有一点像是混沌流淌on the way。 其实我这边想的就是那个射手座的能量，一半是人，一半是马centaur， 就是 on the way， 它就是射箭嘛，对不对？那个箭就是没有什么说一定要到哪里去，但是我就是往远处射，我就是往前方去走，我就是要去探索。所以探索的能量也有可能是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我在你的灵魂契约当中的这个能量牌卡，我们今天最终的一张指引牌里面，就是抽取到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了，因为我们今天看的是灵魂契约，所以会给大家看你的之前一个很重要的仪式，然后我们也会看对于这一世当中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契约。那么在这一生这一世当中，什么对于你来讲是那么的重要，什么对于你来讲是一定要去成为的，或者是你需要去学习的。所以我们是先来看过去先来看一下过去。那么第一张牌，我们对于过去的一个总结就是这个20号牌，房子房子。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塔罗牌我们先给大家拿出来。第一个呢是圣杯一，逆位的；第二个呢是女祭司，正位的；然后第三个呢是权杖十，是正位的。这是关于我们过去能量的几张牌那根据这几张牌的能量呢，其实我会把第一张牌，就是这个房子的能量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房子
此房子非彼房子，这个房子的能量很重要，而且这个房子结合我们的第一张牌，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一张指引能量来看的话，它的重点会跟一般的房子很不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很豪华，很庄严，对不对？因为这个房子不是普通的人的公寓啊，这是一个山庄啊，这是一栋别墅啊，对不对？这是一个豪宅呀。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房子给人的感觉啊，夜晚，这个房子不是白天，对吧？这个房子是夜晚，是晚上的。然后这个房子呢，就是给人的感觉好像灯火通明，但是没有人，对吧？第三个，这个房子最重要的一点啊，来喽，门是锁着的。这个房子的门是锁着的。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房子是什么？我们在房子外面。对不对？我们在房子的外面，我们看到的是里面的风景。这个里面有一个大房子。好，我们来看啊，我们今天的能量，第一个就是这个船夫的桨啊，船夫的桨。所以呢，我可以看到的影子，就是我看到这个能量以后，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有一部分啊，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过去的有一世，它可能是你的前一世啊，反正就是过去式。OK， 我觉得你们有一部分的朋友，这个灵魂的契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你的目标啊，这个是你的目标，就是你可能心里的追寻是这样子的一个。其实这个房子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就像那个白宫一样，就是很有社会地位、很有钱、很有身份，这样子的人才会进驻啊。而且这个房子几乎都不是给家住的，可能是什么公馆，是不是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办公大楼啊？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可能想进来，就是想走进这个房子，想走进这个身份，想走进这个城堡，想拥有这个社会地位啊，想拿到那个王权。但是呢，因为这个门是关的，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式，也许你们用了一生一世的时间啊，这个是过去啊，你的灵魂契约当中用了一生的时间去追寻这个东西，想进入这个房子。但是我觉得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能量进去了没有呢？啊，那进去没有？我觉得它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通过这个追寻的这一生一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去往前走，在过去式里面，那么你有看到什么样子的信息？你的灵魂契约里面形成了什么样子的能量？第一张牌就是圣杯一，这张牌我首先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求而不得。什么叫水元素啊？水元素是我们的灵魂，而且这个灵魂的能量大家还要分一下，灵和魂不是一个东西。对吧？灵是灵，魂是魂。那么圣杯这个水元素其实更多强调的是魂魄，是我们的心。那么情感当中的圣杯一又是一个1号元素，是逆位的。我看到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你喜欢的东西你未能得到啊，这个是过去式，不是这一世啊，是以前那一世。你喜欢的东西你未能得到，那么这个喜欢的东西它不一定就是这个房子，这个喜欢的东西也许是你的心中真正的爱，比方说你喜欢的人呢，你真正喜欢的一件事啊，或者是你喜欢的那个家呀，或者是你喜欢的一个小动物啊，就是你心中真正的爱，很柔软的一个东西，跟你的内心最真实的这个写照是连接在一起的东西，它并没有真实的得到它，因为圣杯一是一个逆位，而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过去式当中看到的是权杖10。这张牌就跟这个房子能量非常有这种连接。我看到你得到的、你追寻的、你拥有的东西，在这个前一世是10分的压力。你看我们这边啊，这个是权杖啊，责任啊，责任。然后旁边你看这个大包、小包一大堆，然后还有这个大船啊，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沉重的一个时期，很沉重的一个选择，很沉重的一个生活啊。那么也许这个是你主动选择的，也有可能是被迫选择的啊。无论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看到这个能量在你的灵魂契约当中，你曾经可能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那么核心的能量是什么呢？核心的能量是女祭司。核心的能量是女祭司。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生一世的追求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积攒很多的智慧。这一生这一世的感觉其实过得并不是那么的舒心，因为圣杯一是一个逆位的，仿佛这个情感和真正灵魂的追求一直都没有真正的被打开，而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这个道路可能给予了你很多，但是同时你也失去了很多。
而女祭司她这个地方是有些东西啊，非常多的一些智慧啊，非常多的一些感悟啊，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女祭司是没有话语的，而且女祭司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有权势的感觉，就是那种高高在上，你懂你就懂，你不懂拉倒，我不会跟你过多解释，我也不会更多的就是过多的跟你去说什么。女祭司的智慧呢，是那种心灵感应，或者是说你主动到我这里来，我就告诉你，你不主动到我这里来，我是不会主动去到你那边去，然后告诉你的。它跟那个大主教是完全不同的能量啊。所以你看这样子能量就给我感觉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生一世里面，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可能你会成为这样子女祭司，你最后变成了这个女祭司。这个女祭司其实不是特别的，就是我们所谓近人情，是一个比较冷漠的，有一点点冷漠，有一点骄傲的，有一点点抽离的一个人。你拥有权利，你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的同时，你失去了很多。这个失去的东西可能是你心里真正想要的，但是你已经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所以有求而不得的感觉。所以你会积攒很多的智慧，你会在内生内世里面，就是做了这个选择，种了这个因，也会去承担这个后果，你也愿意去承担这个后果，是一个蛮有我觉得是一个很就是在主动的去做人生选择。虽然说不能说没有什么遗憾，但是有很多事情啊，就是既然选了，那么就坚持到底；既然决定了，那么就走下去，就有这种感觉，是这样子的一生一世。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能量并不会让你有那种好像从 A 到达 B 的感觉，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追寻啊，有些朋友这个门是关着的嘛，也许这个是你的家，这个是你曾经进入的地方，进驻过的地方，你进去过，你到过，但是你不想待在这里，你又出来了。也许这个照片是你最后的回眸是你对权力的回眸，是你对这个房子的回眸，是你对这个责任的回眸，你离开了。因为我们的能量是传福的讲，这个是什么？刚才讲过啊，过度的能量是边缘的能量，是边沿的能量。往左一点就是 A， 往右一点就是 B， 它并不存在说在一个地方可以停下来。大家想一想那个悬崖峭壁，退一点就很安全，就可以回到那个山，回到那个村落，往前一点就掉下去了，就进入到云端，或者是你有一个降落伞，你可以到另外一个海边，是不是？所以是边沿的能量啊，它不是说一个很稳定的 A 点到 B 点，你可以到 B 点，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很多朋友在上一世的灵魂契约当中，这个真正的 B 就是我们所谓的终点，或者是人生的追寻的这个东西啊，这个目标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定下来，没有你只是在到达 B 之前的某一个地方，就好比讲，你选择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认为它是你的人生终点，但事实上它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讲，你最后领悟了原来你那一世当中所选的人生目标和人生终点，它其实只是一个小岛，一个让你暂时停留的地方，而你知道你会再次的扬帆起航这个就是我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能量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能量结合能量牌卡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刚才还讲过一个能量，就是有些朋友就是也许这个主角不是你的能量是什么？因为我们这边有女祭司嘛，而且这个女祭司我们看到她拿了一本智慧之书，对不对？然后她有这种小宠物也有权柄在这边然后在一个宫殿里坐着，所以呢，我也感觉到就是还有一部分朋友，这个所谓的灵魂契约里的能量其实你就是在边沿为别人服务。什么叫在边缘为别人？这个就让我想到什么？就是那个水星Hermes Mercury 的能量，水星的能量，就是它是神神和人界的一个信使，同时也是皇权冥界和神的一个信使，所以它是一个这种就是中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中间人的能量就是个水星。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这边在你的灵魂契约当中的某一世，就是你一直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边缘能量磁场的地方去帮助别人。女祭司，也许你看圣杯一嘛，我这边感觉到就是有一部分朋友，其实你们的灵魂契约当中是让你成为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很理性很理智，不感情用事。圣杯一不感情用事，不是一味的同情别人，也不是一味的去用感情去
教化别人，去感受别人痛苦，或者是感受别人的快乐，而是我觉得更加中立和抽离的去看向一些东西，去理解一些东西，去明白一些东西。所背负的东西可能是别人的，怎么讲呢？就是你特别能够理解别人的一种无奈呀，或者是他人的一些艰难。所以女祭司这边给我看到是什么？就中间这张牌，帮助灵魂迷失的人们重新找到人生新的目标，重新在这个边缘能量。什么叫边缘？10号牌就是边缘能量啊，因为我们知道10号牌既是9号牌的进一步的延续，更大了，更满了，更全了。能量盛极则衰，那么10号牌也是1号牌的开始，对吧？1号牌之前就是10号牌，所以你看，在帮助灵魂迷失的人们找到智慧，并且让他们在过度边缘的能量磁场当中找到新的开始。所以权杖10的这个人的话，他可能就是你帮助的人的一个族群。这些过不下去了不能在某个地方继续坚持了，或者是不可能在某个关系里继续坚持了，但是急需要一个人去帮助他们，就像那个水星把死去的人带到冥界，带到黑帝斯那边，让他可以去转世，对不对？或者是把人间的烦恼带给这个上帝，让上帝给他一些神谕，让这个人可以去明白该怎么做，对不对？所以你看女祭司让我看到，就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帮助别人。那么这样子的能量，就是让我看到，如果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你的灵魂契约当中，其实你曾经就是这种救助者、医疗人员，你非常的忙，有很多人其实都是需要你的，而真正你的能量却很少，所以你其实在灵魂契约当中一直都在帮助那些迷失的灵魂，去重新找到他们回归的方向，去重新找到，去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人生的一个新的选择。而你就是在这个过渡当中去摆渡这些没有爱、丢失爱、丢失自己的这些人。甚至这个圣杯一让我看到是什么呢？生命。有的时候生命也很重要。我们这边有一张牌它也是在讲生命的生死轮回。就是如果你是在就这边我就感觉到是那种外科医生，或者是非常厉害的那种精神科的医生，就是当人来到了一个很极度的，无论是精神也好还是身体也好，其实最后都是会有一个那种很临界的状态。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是急需一个人去帮他的，哪怕这边有的能量我听到我刚才看到就是那种接生的医生，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就是在生孩子的那一瞬间，其实给人的感觉也是那种生死嘛，对吧？新生命的诞生，娘奔死儿奔生就是这种生死的感觉。所以很有可能有些朋友这边就是一直都是在做这种很包括急救emergency 急救，包括这个生孩子，OK， 或者是那种你像有些人公司破产倒闭的时候想自杀，对不对？失恋了，或者是说极度的这个亲人的离开的时候想自杀这种抑郁症的边缘的人，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子，非常非常极端，非常非常那种边缘就稍微错一点，稍微差一步就有可能生死两地就有可能 A、B 分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契约，在大家的这个过去式里面，非常的这种烙印感非常的强。那我们看完这么多关于这个过去式，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世就是可能什么对于你来讲最重要？这个是你上一世可能你总结出来的一个人生智慧，或者是上一世的你想给自己的一个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那么我们的第一张能量牌卡就是这个突然的财富 Sudden Wealth。好，然后我们看第二张牌，金币皇后。好，然后我们的接下来的塔罗牌，圣杯8的逆位。好，然后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挺有意思的，宝剑3的正位。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一生这一世可能什么对于你来讲它很重要。
这个是上意识的你其实希望你能够了解的，或者是你总结的，对不对？也有可能是说这一世其实你是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刚才讲过，第一种情况是说你以为那个是你的A 点到 B 点的那个 B 点，但事实上你发现那个根本就不是你的 B 点，那个不是你的，或者那不是你的 destiny 那不是你的那个最后要停下来的地方。相反呢，你知道这不是，所以你需要再次的扬帆起航，对不对？扬帆起航。那么再一次的扬帆起航，就预示着就连接的是你的这一生这一世了。那这一生这一世，你想怎么去选？你觉得什么重要，对不对？你需要去学习什么？这个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得到一些启发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张牌。第一张牌呢，我觉得跟这个金币皇后连接是挺大的，就是这两张牌的能量非常的相反。一个呢是突如其来的财富，就是我们在讲，比方说中彩票，比方说突然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大赦，然后呢大事件发生了，你得到了政府的一笔钱，对不对？有可能是保险公司给你的钱，对吧？有可能是政府你看我们在讲什么退税减税税负改革你就有可能得到这样子突如其来的一大笔钱。第三个还有什么样子的突如其来？继承者你看我们这个大房子，继承谁留下来的财富，对吧？这个都是sudden， 就是突然的一个财富，它不是说你看金币皇后是每一个子都自己赚比方说上班，对不对？每天去辛苦的上班，比方说农民每天去耕地，比方说什么样子的工作，就是每一天持续的这个就金币皇后一点一点的凿开了的感觉。那么这个金币皇后是逆位的嘛，然后跟这个突然的财富，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就好像是说上一世的你在这个灵魂契约当中，可能就是有过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经历，或者是有着同样的经历，仿佛你的上一世的灵魂契约当中，就是好像让你要明白，就是在这个金钱的这个概念里面，在财富的这个概念里面就是好像你需要去走不一样的路。OK， 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是上班吧上班然后呢拿工资然后去攒钱然后去买房然后去买车然后去玩就这种感觉。但是好像你的这个灵魂契约当中，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关于财富的来源，关于这个钱的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是靠的是运气，靠的是继承，靠的是我刚才讲过，就是可能一些很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感觉。我刚才讲过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保险公司或者是投资这种感觉所以就感觉在财富方面因为我刚才其实还有一个能量没有跟大家就是去分享，就是那个 Hermes Mercury。其实这个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水星这个神它也是这个就是跟金钱有关的，它非常的就是它是保护商人保护这种经商团队这样子的守护神他自己也是对钱其实特别厉害所以其实跟财富有关的几个神，他们的这个能量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有几个都是有关的，包括金星，包括水星，包括木星，其实都是有联系的，但是他们的有联系的这个联系的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这边就感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关于这个财富，你们可以去对应一下，也许你上一世的灵魂契约里面，就是你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你最后总结的一些东西，可能很想对自己说，就有些关于财富关于钱的问题不一定都要去我们所谓的上班，或者是攒钱，也许靠继承靠一些其他的投资等等也许能够让你去更加或者是你想去尝试的。OK， 因为我这边看到宝剑三，也许这是你想去尝试的，看有没有可能咯那宝剑三的话，也有可能是说你这一世呢要去尝试一条不一样的生财之路，你可能想去让自己走一条不同的路，但是呢这个宝剑三真相是什么？这个最后的总结留给你自己去领悟。因为我刚才讲过你的能量是什么？第二组牌的朋友，过度边缘，也许这一生这一世它也还是一个试炼，因为你可能之前在财富方面
你是自己打拼，或者是你是靠自己辛苦一辈子啊，放弃了这个我刚才第一个情况，就是说舍弃了自己的真爱，然后呢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嘛。那这个路也许你之前你走过了，你觉得不值得，这一世你想走不同的路，但这个路行不行呢？那只有走过了才知道了。所以这也是因为我看到宝剑三的最后压轴嘛，还有包括这个 transition 过渡的能量，那么这一世就是你另一种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你想去尝试的路，但是最后你觉得好不好？最后你的领悟是留下来还是继续启程，这个是需要你去探索的啊，你需要自己去探索，你需要自己去总结啊，这个是我看到第一个能量，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对应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圣杯八，跟情感有关的圣杯八，然后圣杯八是一个逆位的，这张牌让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我们刚才讲啊，第一个就是那个求而不得，那个心中之所爱嘛。这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对于第二组牌的朋友来讲啊，我觉得你们可能也一定会啊，很有可能会去经历，也有可能会这样去走啊，看你们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一生这一世你们应该很有可能就是会去反向操作。反向操作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一世里面因为有这个出现了爱，但是没有去追寻，或者是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知道明明很想去走的一个人生方向，但是却没有走嘛。那么这一世就很有可能会追逐，或者是跟从自己的本心去走啊，跟从自己的本心去追寻啊，跟随自己的本心去去坚持啊，对不对 ？Eight of Cups。但是呢，这个逆位的圣杯八让我看到是什么呢？另外一头第一，这个上一世是出现了真爱，然后呢没有去抓住，这一世呢就是会牢牢的抓住这个情感，或者是牢牢的抓住你的心告诉你的这个事、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关系。可是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有一点过度执着，因为是圣杯八，还是一个逆位的，过度的执着，过度的坚持，过度的让自己留在这里却没有走。无论是什么能量土也好，水也好，火也好，风也好，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媒介，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能量，就像是四条路、四扇大门，我们通过某一扇大门去了解某一个能量、某一个信息，然后要的不是停在那里，所有的能量都是经历、感悟，然后是升华一定是升华，一定是把它放下，一定是都可以放下，最后你就开悟了。可是呢，圣杯八让我看到就是过度的执念，执着你上一世没有得到的东西，这一世呢又有一点过度的执念，过度的想去，有一点像是拿得起上一世是拿不起，不敢拿起，这一世呢拿起来了，又放不下了。这个是宝剑三告诉我的一个感觉，圣杯八宝剑三就是拿得起，但是却放不下。可能在这一世里面，大家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子的一件事，或者是一个你很执念的一个东西，你非常勇敢的去追逐它，你非常执着的去坚持它。可是呢，这个结果好不好，或者是这个程度你如何的去把握，将会带给你不同的感悟。因为我最后看到的能量，最后的这张牌也是很重要，就是它是宝剑三嘛。这张牌呢，就仿佛是有一个很扎心的真相，有一个很扎心的事实，跟你上一世你以为的也不一样。也不一样。就好像之前你觉得 A 是对的，然后你没有要，你选的是 B。这一世呢，你的人生感悟在这个灵魂契约当中，就好比上，因为上一世没有选 A， 所以这一世你就要去选 A 了。然后你以为这个 A 一定是对的，但是等你真正拥有这个 A 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这个 A 未必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对吧？走进去才知道这个鞋合不合脚。之前呢，都是在外面看没有真正的脚，没有进去，没有走，没有穿。这一世呢，就是走进去了，穿进去了。但是舒不舒服呢？只有脚知道。所以这个地方宝剑三出现了以后，就给我的感觉是，在这一生这一世里面，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有一些东西你一定要能够看破它。看破它，有的时候它的这个代价，或者是它的这个这个 price 你要去付费，就是这个你需要去承担的东西，可能就是好像是一个很
很软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灵魂那个魂魄，对不对？那个魂魄就是我们的内心里面，你可能之前是以为这个是很美好的东西，然后你去了，结果发现这个东西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就好像这是一个让你螺旋过渡、螺旋升级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是螺旋呢？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它不是简单的黑和白，它不是简单的直线啊，从 A 到 B 这么简单。人生可能就是螺旋式的一个攀升，看到了 A 不对，然后看到的是，然后觉得 B 对，然后你后来选了 A， 发现 A 也不对，发现 B 也没有那么的错。那人生到底 A 还是对， B 还是对，还是 A B 都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meanings， 就是这个意义在哪里。所以我觉得你的意识，你的灵魂会在这个摆渡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又回到这个能量船夫的讲，在摆渡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在每一生每一世，你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你会有不同的领悟。在这种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去好像判断它对和错，但是我觉得最终极的东西，它不是有关于这边就是第二字牌的朋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们的灵魂契约，它的目标永远都不是说找到那个对的，或者是判断出那个错的，这个不是你们的终极目标。你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去经历，就是去感悟，就是去看，就是去探索。所以你们探索过这一世、那一生20号牌，这一世你看11号牌，它又是一个2啊！你们看多么的巧合，这个数字2啊，又是一个2。所以很多事情它都是有这种阴阳两面，有这种对立两面。它不是说阴就一定好，也不是说阳面就一定好，而是说这个能量本身就存在它的阴阳两面性。什么时候大家能够把这个东西兼容起来、整合起来，一起去看待没有绝对的对错和正误和黑白的时候，也许你们就会发现这个道理、这个智慧就被你们给看破了。那么很多事情你们就既可以拿得起，也可以放得下。也许这就是摆渡人传讲最厉害的一点吧。那我刚才还讲过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有关于说你帮助别人嘛，对不对？你帮助别人，那么这一生这一世里面，我看到能量是什么呢？如果说你上一世的能量是你一直在帮助别人，就是帮助那些过渡的人迷失的灵魂找到他们的新的方向，那么这一生这一世的话，大家会有很多的好运 sudden wealth， 那是别人对你的爱，那是他们给你的祝福。那么这一生这一世可能大家是 Queen of Coins 逆位的，不用自己太辛苦的去赚钱，会有足够多的好运和财富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不一定大富大贵，但是我觉得一定是很顺利的，或者是很舒坦的吧。而圣杯8的能量我看到是什么呢？延续什么叫延续？你之前做过的那些事情，比方说我刚才讲过什么很厉害的外科医生呐，帮助别人，就是那个急救生死之间帮助别人帮助这个接生就是那个产妇接生呐，生死之间呢。那么这些工作这些事情在你的灵魂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印记，你知道这些事情很重要，你知道这些事情要做好，所以这一世我觉得你们还是有可能过来圣杯8的逆位，继续去坚持并没有离开，并没有说选择这一世就轻松的过渡它，就是轻松的不做了，没有。我看到你们还是无论你们选不选择这个领域你们的心里还是很想去帮助那些灵魂迷失的人，或者是那些曾经你帮助过的人。那么宝剑3宝剑3是在讲什么呢？我觉得在这一生这一世里面有些事情你们会很顺，有些事情你们会过得很熟悉，但是呢在这一生这一世里面，你们会有新的课题。宝剑3，你们会有新的课题出现，你们会有新的一些想去了解的一些事情出现，那么这个是有待于探索，有待于考察，有待于发现。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连接第二组牌的朋友关于你的灵魂契约相关的一些事情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为大家打开一个新的思路，或者是呢为大家打开一个新的方向来帮助大家。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颗澳洲币黄色的。
好，放一边。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占卜主题是有关于你的灵魂契约。那么我们讲到灵魂契约，首先呢，我们一定是要回到过去。所以呢，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一下，在灵魂契约当中有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在你之前呢，如果大家相信这种所谓的前世今生或者是来世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灵魂契约里相关的信息。今天我们的主牌能量是这个神谕符咒神谕符咒。那么神谕符咒呢，它其实就是在讲，这边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的就是灵魂印记当中，曾经可能是神灵的一个大祭司。什么叫祭司啊？祭司呢，其实是一个，就像是一个，我们这边是一个 conduit， 意思是导管。其实什么是导管呢？就是你是中间人嘛，对吧？你从神灵那里得到神灵的旨意，然后呢，你把这个旨意传递给人间，传递给在地球上生活的人们，这就是你的工作。那么我们把这个能量放在当今的这个时代来看的话，它可能是有关于，比方说，疗愈师、占卜师，对吧？有可能是这种灵性很高的人，精神的领袖那如果是在西方的话，可能会跟教堂、宗教等等有相关的联系，包括大学的老师这种高度的精神、高度的这种文明、高度的这种教育，或者是高度的这种对于社会的宇宙的 OK 这些很大的问题有非常高的这种见解，并且把这种理论或者是把这种知识智慧写成书，变成讲座，变成课堂，然后呢，让他的学生，让他的这种受众群体可以听到从而无论是我们在讲精神指引也好疗愈也好，还是教育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一些等等有很多的所以这边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 OK。我们看到的是神谕符咒，所以第三个牌的朋友，我们可以直接第一个能抽取到的信息就是你们的灵魂契约当中有很强的跟高维度神明 OK 有强烈的连接，你们对于高度的精神有高度的追求这个是我在你们的这个能量牌卡当中可以看到的。而且我们这边有符咒嘛，说明什么呢？你们一路都有被神明或者是被这种宇宙的能量一种无形的力量所保护着。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第三个牌的朋友有个能量挺有意思的，我听到就是说，如果在生命当中有些事情你被拒绝了，比方说你许了个愿望，然后这个事情事与愿违，一定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坏事情，因为我看到在你的能量里有强大的守护之力。什么叫守护之力？也许你想往东走，结果你没走成，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天灾呀什么这火车晚点你自己那天没起床。但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冥冥之中是对你的保护，你会发现那天正好有什么事情，如果你去了反而不好。所以有一个无形的大手一直在默默的或者是很奇特的在保护着你。那如果生命当中有些事情你被拒绝的话，请不要往消极的方向去想因为有些事情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我无形大手嘛，就是想让你往这边转一转，往另外一边靠一靠，不要去那边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大多数的时候，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是为你好的话我觉得宇宙和这个神明或者是随便你怎么去称呼它，就是会一起你跟这个宇宙支援的能量会一起帮你把它实现掉。如果这个能量可能对你不好，或者是这个能量本身它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隐患，或者是一些反噬的话，那么有可能这个事情就是会被拒绝。那么你可以去寻找其他的方向，或者是换一个角度去想一想，或者是换一个方向去走也许你能找到更好的未来这个是我听到另外一层意思在这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冥冥之中有一些力量有一些推力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有很强的这种感应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感应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主牌。我们今天首先看的是你的前世，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你的灵魂契约有什么样子的信息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张牌是13号牌，这张牌讲的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我们今天在牌里面看到就是很有钱的一个男人 OK。 然后我们看到是权杖骑士的逆位，
然后第2张牌呢是圣杯2的逆位啊，然后我们有第3张牌是金币6的正位啊。这个牌的能量，第3组啊，你们的能量很特别的，而且很具体。我们这边有2种情况啊，这边是你们的有关于一个很重要的前世啊，有可能是你的上一世，有可能是你的某一个前世，非常重要，在你的灵魂契约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这个灵魂契约当中，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你跟一个男人，一个很有钱的男人之间，就是存在非常强大的一种，我们可以叫做，就是2个人的缘分很深啊。说的中立一点，就是2个人的缘分很深。那这个缘分呢，从当前的这个能量来看的话，其实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因缘，有一些因果的这种作用力很强，而且它在不断的去就是缠绕着。缠绕着。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大家的能量在第3组的这边是一个很强的，我刚才讲过，对吧？是神明的一个导管，对不对？你们是中间那个人啊。那么你们在这个地方传递信息的话，在这个具体的地球的话，它显化出来的能量就是和一个很富有的男人有很强烈的连接，有可能你们在帮助这个很富有的男人去传递来自宇宙的神谕。那也就是说，你跟这个男人之间有强烈的精神连接，你是他的精神向导，或者是说这个男人需要你作为这个男人的精神向导，这个很有钱的这个男人的精神向导，你们2个人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强烈的。OK， 也许你的想法、你的点子、你的预测，对于这个男人来讲能够帮助他，或者是能够给他想要的东西。这边有很多方向啊，我们这边也出现了3张牌，有的呢是跟他的财富、家族、利益、传承有关的啊，你跟他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捆绑关系。那第2个是什么呢？你跟他之间也有可能会有很强烈的情感、治愈、水元素、情感治愈相关的联系，你们2个人捆绑在一起。但是这里有一张牌值得你去注意的，就是这个权杖骑士。这张牌我抽到它，我第一个听到的信息，它讲的是你不能离开它。就像是大家想一想，你骑着一匹骏马，火元素的，你骑着一匹骏马，你是神明的传导，你是这个导管，你很自由，你可以去说，你可以去听见，然后你可以去传递。可是这个男人和你之间的联系，就好像是这匹马的逆位，本来是一匹野马，本来是一匹自由奔放的马，可以去向他任何想去的地方，但却因为这一个人停留下了你自由的脚步。这是你灵魂契约当中的一个能量啊，非常，我就是一边抽牌我就看到这个信息，就仿佛是说你和这个很有钱的男人之间的一些纠缠、纠葛、爱恨情仇等等，无论是什么 OK。然后呢，这个人在你的灵魂契约当中，他把你的马儿用他的方式让你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奔放，像以前那样自由。你是自愿的，你也有可能是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你走不了，对吧？有可能是自愿，也有可能是好像有一点被动，有一点无奈的感觉。那无论是什么样子情况，就是走不了，就是感觉你在原地打转啊，原地打转。大家想想，本来是一匹自由的马，然后把你变成了旋转木马，这种感觉啊，这个男人变成了你的这个旋转的轴心。这个我看到很强烈的一种能量啊，就是在这个灵魂契约当中的一种力吧。然后我们的第2张牌是圣杯2的逆位，这张牌呢，如果你和这个男人之间是有这种情感联系的话，那么圣杯2讲的是单相思，有可能是你爱这个男人，但这个男人却没有办法给你对等的爱，也有可能是说这个男人非常爱你，可是你的心里却拥有着这种神灵的一种灵性，所以你对地球世俗里的情爱没有太多的感觉，所以你是没有回应这个人的爱情。但是呢，你们之间却有一个金币6在这个地方，让你们2个人非常稳定的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啊。金币6，这个人有可能用金钱支撑了你的梦想，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去我们所谓的你还不清这个人的人情啊，可以这样讲。也有可能呢，这个所谓的金币6
你在某些方面给了这个男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能量，他显化出来这个能量，你在某些方面给了这个男人无限的财富。这个财富啊，大家一定要去把它扩大，它不一定指的是钱，精神的支持可以是无尽的财富，情感的疗愈可以是无尽的财富，一生的财富，无穷无尽的水，对吧？无穷无尽的我们可以说财富。那么甚至你帮到他啊，因为我这边看到了很强的一种，就是那种家族啊、业力，或者是公司，或者是什么企业集团，甚至是他想要的那种理想。那如果是在这个层面去帮助他的话，或者是让他成功了，或者是助他成功了，因为你有神谕的指引嘛，那么你们之间的这种连结破不了，在那一世里面破不了啊。所以我看到是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灵魂契约的一些信息啊，这个挺有意思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啊，第三种情况呢会更加的不一样。第三种情况呢是说在有一些朋友啊，因为我后来我连接到最后，我又听到了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讲的是，其实这个很有钱的男人讲的是大家自己，就是某一世啊，你们是显化成了一个非常有钱的男人，同时你们也是宇宙的导管，你们也是宇宙的一个所谓的先知者。那么也许是因为你们知道一些事情，所以在财富、理财、投资等等方面就是让自己变得很富裕非常的富裕。但是呢，在那样子的一生一世里面，就是在那一个显示里面你们过的就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圆满。这个不圆满的能量来自于你的爱情，就是圣杯2的逆位，没有办法去奔赴你的爱情，没有办法去奔赴一个你的心中之爱而你把所谓的财富捐给了社会，或者是投入给了社会。我也听到这个能量，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前世里面，你非常的有钱，你非常的有财富，你把这个所谓的钱和财富给予了社会，给予了大众，但是你的小我里的一个，就是你私人生活里的一个所谓的感情的方面就是没有特别的顺心。我们有一点在当代的这个人的这个角度去讲，可能是情场失意，但是这个官场得意你做成了你的理想，你完成了你的抱负，或者是说你被很多很多的人记住，很多人都很感恩戴德你的这种慷慨，或者是你的这种奉献但是呢，你却在自己的生活里，所谓的这个爱情方面或者是情感方面，却有失意的地方，不圆满的地方。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前世里的一个印记，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灵魂里的契约，它可能会在今生这一世投射或者是显化出不同的信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么在这一世可能什么东西对于你来讲非常的重要 OK， 是你在前世当中学习到的，或者是记住的，希望自己能记住的，然后呢在这一世可以去做成的，或者是不要去怎么样，或者是想去学习和成长某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息。好，第一张牌 Messages， 这张牌其实一出现我第一次我抽到这张牌的时候，我第一个连接到的信息就是什么呢？第一种就是说，有一部分的朋友我刚才讲过，就是在前世的灵魂印记当中，或者是前世的灵魂契约当中，你们可能因为一个人，就是我刚才讲这个人第一种情况，因为一个人呢，可能把自己的很多的能力、能量，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的这个导管的能量或者是我们看到神谕符咒的能量，几乎是奉献给了这个人，对吧？奉献给这个人，而把自己的，我刚才讲过奔跑的骏马变成了旋转木马。那么这个能量就一定会在你的灵魂印记当中和灵魂契约当中留下印记，会给你很深的一种感应。所以在这一世投射出来的能量 messages， 我们看到什么？没有人了，我们只看到了神谕，我们没有看到人。所以第一个我听到的信息就是这一世可能有一些朋友很想做就是很纯粹的自己。因为我看到就是在上一世里面，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灵魂，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是使你们没有办法去奔跑，没有办法去奔赴所谓的这个自由，没有去选择吧不一定是强行的，可能是你就心甘情愿的就停下来了因为这样子一个能量。所以这一世呢，可能你们就非常的有感应有感觉，很希望做一个更加纯粹的自己。
比较就是心里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想要去突破和冲破一些什么束缚，很想去表达自己最真实的一些情感的、灵性的、精神的或者是思想的。因为我看啊，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塔罗牌啊，我们抽到第一张牌就是这个宝剑侍者。OK， 宝剑侍者，他讲的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大胆的 ，OK， 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然后对自己，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不想去束缚，就是想单纯简单的去做，单纯简单的去表达，单纯和简单的去说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世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你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做自己，真正的去再也不被束缚，再也不被去约束的那种感觉啊。对于自由，对于尤其是自由的表达，我觉得是有很强烈的一种感应的。因为在上一世的话，这个男人有可能会在某些地方就是压制你，或者是抑制你，就是不让你说一些话，或者是不让你表达一些事情。OK， 我就是感觉到这个人有一种有一种压迫的感觉啊。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张权杖骑士的逆位，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就是真的是想自由啊。你看我们的第二张塔罗牌权杖八的逆位，那权杖八讲的是什么呢？而且是一个逆位的啊。这张牌我听到是什么？就是在这一世里面，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对于未来，对于所谓的将来，我觉得不是那种一定要怎样。对于这个所谓的未来和将来，我觉得更多的是把握于现在。你们在学习如何去跟现在我们所谓的当下的能量做一个真正的就是脚踏实地，如何去把握所谓的当下。所谓的未来有的时候可能非常的虚幻，我们并不知道未来的明天还会不会有，还会不会出现，明天的太阳还真的能升起吗？明天的这个世界还真的是今天的这个世界规则吗？我们不知道。所以与其去不断的追求一个所谓的未来虚幻的一个缥缈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以后的话，不如好好的把握当下，去救身边的一个人，去对身边的一个人说话，而不是去想着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看到就是在你们上一世嘛，也许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你们可能会就是因为这个人他既然能够抑制你的话，他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就是看到了你的弱点，或者是他抓住了你的一种心态或者是心思。这个心态和心思就是让你无形的被他给牵制，或者是没有让你真正的做成那个你想做成的那一位人。所以呢，在这一世里面，可能你就会觉得说，有些事情不要去想那么多，不要去被一些东西给束缚住，反而是把握于当下。你现在能做什么，你现在能说什么，就好好的让自己去把握吧，让自己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瞬间就好。你看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啊，最后的一张牌是一个权杖二，这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很活在当下的感觉。权杖二和权杖三最重要的能量就是一个呢是眼前，一个是未来。与其去等一个什么东西出现，然后我再去出发，不如我现在就脚踏实地的走好眼前的这第一步，走一步看一步。你看这个人，他永远都是一个手拿权杖，一个手拿水晶球。我看到了这一步，我觉得 OK， 我就走一步，然后我再看一步，我反省一下 OK 没问题，然后我再走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就这样一直的。看起来好像规划的不是很长远，不是特别的远大啊，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光鲜亮丽和豪华，但事实上这样稳稳的每一步走出来，等你有一天回头来看，你会发现你已经走了很远，你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了。所以其实权杖二的能量有的时候更加的注重于眼前和当下，更加注重于我们今天能够去做的事，今天能够去完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当下我看到第一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这个灵魂印记当中，或者是这个灵魂契约当中，在这一生这一世里面，大家可能会很有感觉的一些事情有些人可能就会目标很伟大呀，然后理想非常的长远呐，但是有一部分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这个能量非常的虚幻，而你们想要的就是当下，你们想要的是现在。所以如果你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人给你画饼子的话，给你画一个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你就会觉得特别不靠谱。
有些人可能会说你啊，说你什么没野心啊，说你没有什么长远规划呀，可能你会觉得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就是对这个能量非常的抗拒，原因就在这里。可能曾经你们想过啊，借助这个人的势力，或者是借助这个人的财力来怎么样，结果最后反而被他给束缚住了，结果反而没有真正的去把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你自己真正的一个力量去打开。OK， 这个是我听到的第一种情况啊。好，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关于感情相关的啊。那么如果说，在于你的潜意识的话，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你跟他之间情感上面有一些爱恨情仇我这边是看到有一些爱恨情仇，但是呢，你跟这个人之间呢，在某些方面又相处的非常好，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圣杯2的逆位和金币6的一个正位，有些地方其实两个人相处的很好，但是呢，却在情感方面没有得到真正的圆满，没有得到真正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契约里面，反而显化在这一生的话，很多人他并不是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我看到这种联系并没有让你说好像这一世你要把他给扒回来，或者是这一世你一定要跟这个人怎么样。相反的，我看到的是在你们的灵魂契约当中，你们非常的洒脱，你们没有说是 OK， 我上一世如果没有得到圆满的话，我这一世一定要跟这个人圆满。相反的，我看到你放下他了。与其去追求所谓的圆满，不如放下，因为真正的圆满只有自己才能给予自己，这个圆满在于自己的追求和拥有。所以我看到你们相当于把这个所谓的爱，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情放下来了。这一世里面你们看到的是 messages， 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收到来自这个人的和解，比方说你在这一生这一世里面可能会收到一个人对你的一种追求，对你的示好，但是你却因为一些事情因为一些原因，可能这个人身上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你们没有去将就自己了，就这一生这一世就是不想去将就自己的情感，不想去将就自己的爱，而是去勇敢的踏出这个人给你的一种能量的一种束缚和约束。你虽然收到了这个人对你的情意的表达，你收到了这个人给你的来信，你收到这个人给你的情书，你收到这个人给你的一种解释，但是你却没有所谓的因为这个能量停下来。我相反的看到了你们去追寻了另外一条新的方向，因为我们这边是 page， 全新的一个东西，新的能量。而且我在这里权杖2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一生这一世，与其去追求一个情感当中让你觉得很想，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是某一个人的出现，就是让自己非常的情绪波荡起伏，或者是你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好像不受自己的控制的感觉我看到是你们在寻找一种更加靠谱的感觉这个就是说，也许会有这样子一个人追求你或者是喜欢你或者是对你表达他的情意，但是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情感当中也许还是很喜欢，还是很想去跟他连接，但是理智或者是某一种精神的东西，某一种神域的东西，就是好像你就知道不可以没有什么原因跟理由，就是知道不可以。所以你们在寻找一个让你真正觉得值得的人，或者是让你在上一世当中学到的某一件事情，让你觉得 OK。权杖2，你要的是真正的陪伴，不是虚无缥缈的以后，不是所谓的承诺，而是当下就能跟你在一起，连接在一起，能够陪你吃吃饭，能够陪你看看书，能够陪你逛逛街，能够陪你出去走一走出去哪怕是跑个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都可以。所以我看到在感情的方面的话，其实第3组牌的朋友会有很不一样的一种跟你的前世在感情方面这一世我觉得你们很看得开这个能量在告诉你们很看得开。权杖8，在感情当中你们一点都不急躁，属于那种走一步看一步，属于那种结果没有过程重要结果没有过程重要，可以这样讲。你们更加关注的是这个过程好不好，这个过程里面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开不开心，而不是所谓的结果。所以你们在这个层面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周围的朋友会觉得你们非常的洒脱超然，或者是觉得你们怎么能够这么的有智慧，对不对？所以你们可能会觉得在感情当中自己仿佛就已经是一个老手了不会像某些人就是
沉浸进去，或者是被束缚的很严重啊，或者是让自己情绪波动起伏很大。我觉得原因就来自于你们可能曾经遇到过一个人，你们非常的相爱，但是却无能为力。这种我觉得爱的这么的深，爱的那么的深刻啊，已经让你们在感情当中学到了这样子很重要的一课。所以在感情里面，反而你们是给人的感觉就是感情当中的一些事情啊，想得很开啊，想得很透彻啊。这个是我看到第二种啊。那么最后一种呢，是我刚才讲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前世啊，你们就是这个有钱的人，你们在情感当中呢没有得到自己真正的这种圆满，但是却在社会的层面啊，这种更大的一种层面啊，做得非常的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契约，在这一生这一世，它显化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在这一生这一世，你们会显化出，一个真正对你，我觉得是很投入，或者是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跟你配合的很默契的一个人，权杖二。你们在前世的话，如果说你们是这个很有钱的人，而且把自己的钱财就是布施出去，奉献给了社会或者是给了别人的话，那么这一世就感觉这个所谓的轮回啊，就是会给你，我们看到这个 message， 你们会收到一个人给你的爱，非常的投入，非常的执着忠诚 ，OK， 他会强烈的表达，直接的表达出对你的喜欢，对你的崇拜，对你的欣赏啊，你会收到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很有爱的一个讯息。你会和这样子的人相遇，而且这个人他会还是比较主动的啊。那么你在跟这个人之间的连接里面，你可能会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会有人会如此的在感情当中啊，就是那么的，能够对你吧，就是那么的执着，那么的喜欢，那么的投入，那么的认真。我觉得这一点让你们觉得很好奇，当然你们也会非常的愿意去接受。但是我觉得你们在感情当中还是给我的能量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容易相信。我觉得会有一颗怀疑的心，可能会有一颗不能够说服自己的心啊，想多看一看，多了解一下，或者是多去体会，或者是多去经历，多去相处，才能够让你们更加的确定。所以权杖二呢，让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层面吧。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都一直有一种就是不愿意去相信一个太过于美好的东西，你们会把很多的那种很大的，然后呢，或者是太过于美好的东西，把它给拉回地面，拉回一个比较现实的环境，比较现实的背景信息当中，去让自己一点一点的相信，去让自己一点一点的打开自己的真心，会让自己一点一点的去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去了解，一边去确定，一边去询问、探寻，一边去让自己明确这个之后和将来，是这样子的一种缓缓到来、徐徐到来的人生。它是你人生的一种指引，或者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神谕嘛，就好像你必须得走一步，然后呢，去确认一下你心里的这个神谕，或者是宇宙向你传达的这个神谕，然后你再去开启新的一步。很多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要去 confirm， 很多事情就是说你不能一直往前走。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强烈的一种倾向，就是往前推进一段时间，或者是往前做一段什么事情，往前走一段，你们就需要停下来，停下来反省，停下来确定，停下来去听一听自己的心声，停下来去连接一下宇宙的神谕，让自己能够明白 OK，前面走的这段路是 OK 的，是对的，还是你觉得不舒服的，你要去调整的。我觉得整个人生的这种能量的感觉，在你的灵魂印记当中，或者是灵魂契约当中，让你成为了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让你成为了一个我觉得是很成熟的人。不再冲动了，不再去过于的冒险了，也不再去追求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是相当接地气的，相当的那种稳重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在自己的理想抱负方面，还是在自己的情感方面那我觉得
仿佛如果上一世你们追寻的是大的世界、大的人生理想，那么这一世你们要的是小小的自己，小小的那种生活，小小的那种让自己觉得很舒服、很安稳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这个能量，我觉得它是有切换的能量是有切换的，就仿佛这个故事有得到一种改写，但是你们所谓的人生经历和灵魂的体验和探寻没有停下来。你们在另外一个仿佛是脚本当中去学习新的知识，去探寻新的你没有探寻过的，或者是没有得到的一些东西，再进一步的去完善，进一步的去连接，进一步的去，我觉得是一起和宇宙创造和显化你要的美好世界。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为大家所连接有关于你的灵魂契约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给第3组牌的朋友带来一些指引那么在这里呢就祝你们接下来生活当中一切顺利安好，祝你们好运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